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尼。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就是你的身份认同可能会决定你的人生剧情。我知道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抽象，但是你今天看完这一集，你可能会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一直活在我不想要的角色里？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对自己有一个无形的定义。例如，我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或者是我就是一个不会赚钱的人，我就是拖延症，做事没有效率。你以为这一些是事实，但其实呢，他们只是你自己对自己下的标签，是一段你不知不觉就写好的角色设定。就像电影里面，编剧决定角色是谁，角色的行为呢，就会跟着设定跑。你今天如果设定自己是配角，你就很难大方的站在舞台上。如果你今天设定自己是穷人，你的选择都会变得非常匮乏。你设定自己是不值得爱的人，你就会一直遇到不爱你的人。这都不是因为你命不好，而是你一直在演这个角色而已。那你可不可以改这个剧本呢？可以的，但是你必须要先换角色。我想要跟你们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角色其实是你自己选的。就算你小时候是这样被对待的，就算你以前真的失败过很多次，但是都不代表你这一辈子就只能演这一个角色，这一个人。你完全可以重写。你可以把自己当作一个游戏角色，重新创造，重新命名，重新选择技能。例如，你可以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帮助我。你也可以说我是一个频率超高的创作者，你也可以说我是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人，或者你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刚刚好会成功的人。这一些角色设定是要你允许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你要先相信你可以演，才能真的进入那个世界。那你要怎么练习切换角色呢？每一天早上，你可以先问自己一句话：我今天想要演谁呢？然后你去观察，如果我是这个角色，我现在会怎么走路，怎么讲话，怎么做选择？我们就来举一个大家最关心的例子，就是你如何扮演富人这个角色。我为你们整理了富人跟穷人的行为模式，你可以透过这个对照去整理并修改自己的行为。OK，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是一个富人，哪怕你现在的户头里面只有3000元，你整个行为模式都会开始改变。例如买东西的时候，穷人的认知会觉得价格第一，便宜就买很多看似划算但是不耐用的东西，然后常常在犹豫后悔中来回拉扯。那富人会怎么想的呢？他们会注重价值与品质，宁愿少买但是买得准确。另外，他们会相信我配得上这个东西，买下去就结束，完全不内耗。另外，他们说话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穷人的思维会常常说我没有钱啦，那太贵了，我实在是买不起。或者是他可能会怕请客啊，怕欠钱啊，怕谈钱。另外一个，如果他是做生意的话，他可能会不敢报价，觉得收费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那如果是富人的思维，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会自然的去谈论钱，因为他们知道钱呢是一种价值上面的交换。他们可能说话会有分寸、有分量，但是不多解释。另外，他们对自己设定的价值是有信心的，收费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再来，决策模式的不同，穷人的思维会觉得只做安全又免费的事情，可能会害怕投资、害怕失败、害怕换跑道。另外就是常用"我哪有这么好命啦"来打自己的脸。
那富人的思维是什么呢？他们会有长远的眼光，懂得布局，愿意投资自己，因为他们知道回报会在后面。他们会选择对齐自己价值的路，而不是选择最便宜的选项。所以你看，身份认同呢，其实会影响到渗透到你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里。例如，你吃什么、买什么、怎么选择、怎么谈话、怎么生活。所以呢，其实你并不是要等到有钱才开始当富人，而是你开始先当富人，开始去研究富人的行为模式，跟观察他们所有的选择，你才会走进那一个人生版本。当你练习的越来越自然的时候，那一个角色就会变成你的日常状态，你就会发现，剧情慢慢改变了，人际关系也开始变得不一样，收入改了，甚至运气也开始改了。因为你整个人的频率都开始对焦那个新的角色设定，然后呢，你就会开始慢慢的显化富人的那个角色。那么我就先恭喜你进入富人的世界。